天宝14载11月初9，安禄山在范阳起兵，率领15万大军趁夜出发，向西南行，杀声震天。唐玄宗从长安的盛世迷梦中惊醒，走向人生的最后7年。安史叛唐是唐玄宗一手酿成的后果，而安史之乱的第1年，唐玄宗又在军事决策上接连失误，导致形势急转直下。年过70的李隆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锐意进取的年轻天子，他一手打造开元盛世，将大唐帝国推向顶峰，却在此后走了下坡路，任用小人，轻信拨将，声色犬马，好大喜功，对朝政亦日渐荒废。前线溃败后，唐玄宗没有三省自身，反而听信谗言，处死了带兵的将军高仙芝、封长钦。封长钦为大唐立功无数，此前多次上奏玄宗报告叛军情况，劝说其放弃轻敌思想，但玄宗不听。被杀之前，封长钦悲叹道：“讨逆无效，死乃甘心。”并呈上仪表，希望以自己的死让晚年昏聩的唐玄宗看清事实。然而从结果看，只是一番无用功。天宝15载正月，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，随后向潼关进军。潼关素有天险之称，是关中的门户，一旦沦陷，大唐都城长安岌岌可危。唐玄宗依然执迷不悟，他任命尚在病中的哥舒翰率领临时招募的20万军队镇守潼关，却急于求成，屡次派使者催促哥舒翰出关与安史叛军决战。哥舒翰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，他采取闭关固守的策略，多次打退安禄山的军队。他认为安禄山远道而来，补给辎重不便，当下最好的计策是闭城固守，拖垮安禄山的补给线。在哥舒翰的指挥下，唐军与叛军形成短暂的对峙局面。此时哥舒翰、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将领已经向唐玄宗提出建议，潼关出师，有战必败。然而老糊涂的唐玄宗听信杨国忠之言，强令哥舒翰出关。6月初4，哥舒翰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哭着率军出潼关，在灵宝大败。安史叛军将哥舒翰俘虏后，引兵西进，攻下潼关。潼关逼战的迷惑程度，简直就是唐玄宗帮着安禄山造自己的反，亲手掐灭了翻盘的希望。天宝15载6月初9，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，安史叛军距离长安不过1步之遥。惊慌不已的唐玄宗带着杨贵妃、太子李亨以及其他亲眷，还有宰相杨国忠、宦官高力士等人，匆匆从禁苑的西门逃出了长安城。而等在他们之前的地方是马嵬坡，今天的陕西新平市。随从护驾的禁军将士一边忍耐着饥饿，一边看着宰相杨国忠身着紫袍，趾高气扬地指挥队伍，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。这些不满都最终凝结为2个诘问：若没有杨国忠，帝国何至于到这个地步？我们何至于像丧家之犬一样逃跑？愤怒的将士们恨不得杀了杨国忠泄愤，场面逐渐失控。禁军将领陈玄礼经验老道，深知再这样下去将引发哗变。然而诛杀宰相这么大一件事，肯定需要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支持。陈玄礼想到了一个人，太子李亨。安史之乱爆发时，45岁的李亨已经做了近20年的太子。20年来，李亨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。宰相李林甫、杨国忠先后对其处处打压，太子党的李阔之、韦坚、王忠嗣等文臣武将被一一剪除。他还要忍受父亲的猜忌，整日提心吊胆。李亨对杨国忠恨之入骨，对那个不管自己死活的父亲李隆基态度也十分微妙。陈玄礼找到了李亨，将杀杨国忠的计划全盘托出。李亨的态度很谨慎，史书记载太子未决。在这节骨眼上，不反对就是赞成。此时恰好有20多个随行的吐蕃使臣饥不得食，围住杨国忠的坐骑诉苦。禁军看准机会，向杨国忠亮出兵器，并大声喊话：杨国忠与胡虏谋反。据唐人所著《安禄山事迹》记载，为首的是骑士张小敬，他先射国忠落马，众将士才一拥而上，杀死杨国忠。杨国忠被安上谋反罪名，他的儿子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都死于乱兵之中。国夫人出逃到半路被追杀，自刎而死。情绪失控的将士们甚至把杨国忠大卸8块，用枪挑起他的首级，悬挂在驿站门外示众。唐玄宗一听事态紧急，
赶紧拄着拐杖走出一门，慰劳将士，劝他们各自归队。将士们一动不动，剑拔弩张，还要求处死杨贵妃。唐玄宗自然不肯。这时侍奉玄宗多年的高力士说话了，他不愧是宫里的老干部，一言切中要害。如果不杀贵妃，将士们恐怕连玄宗都不放过。唐玄宗爱杨贵妃，但他更爱自己的生命和皇位。与杨贵妃诀别后，唐玄宗下令将她处死，正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所写：婉转蛾眉马前死，花钿委地无人收。杨贵妃未必是红颜祸水，却被作乱的男人们当成了罪魁祸首。而那个昏聩的老皇帝已经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他将痛彻心扉的记忆留在了马嵬坡，同时也意味着权力的消逝。唐玄宗一行要往蜀地去，而李亨在儿子李处的劝说下，提出与父亲分道扬镳，向西北进发。当了近20年太子，李亨终于摆脱父亲的控制。马嵬驿的一场变动，是否为太子所导演，实在是耐人寻味。经过1个月的长途跋涉，唐玄宗终于通过蜀道到达剑阁。他看追兵已远，发布一道诏书，昭告天下。这道诏书十分关键。此前1个月，朝野不知唐玄宗下落，唐朝陷入权力真空，一片混乱。诏书中，唐玄宗先是自责，又宣布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，永王李璘等诸位皇子也各领地方节度使。如此部署，实际上是由自己居中节制，避免大权旁落，也防止地方将领窃取皇室权力。可是为时已晚，就在唐玄宗下诏的3天前，太子李亨已得到朔方军拥护，在灵武即位称帝，是为唐肃宗。他还遥尊玄宗为太上皇。唐朝同时出现了2个皇帝，如何是好？从李隆基的诏书可看出，他还不愿放弃皇位。他当了40多年太平天子，一向骄傲自满，唯我独尊。对他而言，放下至高无上的皇权，就是放下最后一丝尊严。可在得知李亨登基的那一刻，唐玄宗似乎释然了。到了成都，唐玄宗身边的跟随者只剩下1000多人。他颁布诏书，承认李亨为皇帝，宣告自己的统治生涯结束。从此，唐肃宗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。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唐朝之所以能在此后统一部署，平定叛乱，维持国祚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权力集中在一个皇帝手里，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。这是唐玄宗在位做出的最后一大贡献。2年后，至德2载，唐军终于收复两京，长安、洛阳光复后，唐肃宗立即派人去信唐玄宗，信中大意是请太上皇东归主持大局，他回东宫当太子，以尽臣子之道。唐肃宗的心腹重臣李泌得知此事，对肃宗说：“陛下这样写信，太上皇肯定不愿回京，不如让我以群臣名义另写一表，说陛下想请太上皇还京，以尽孝养之责，这样说就可以了。”于是李泌另写一个贺表送了出去。一切果然如李泌所料，唐玄宗看到儿子的信后彷徨不安，担心到长安后被害。但接到李泌代写的群臣贺表后，唐玄宗看到唐肃宗以儿子孝敬父亲的口吻发来邀请，立马就高兴起来，决定启程返京。唐肃宗知道后，对一旁的李泌说：“这都是卿的功劳啊！”父子俩相互猜忌，藏了不少心机。唐玄宗回去长安，还能过安稳日子吗？历史告诉我们，被迫放弃皇权的帝王，日子终究不会好过。唐玄宗一行人刚到扶风，唐肃宗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，派出3000精兵迎驾。而此时唐玄宗身边不过才600禁军。唐肃宗的3000精兵一到，将唐玄宗的600人全部缴械，令他们就地解散。要不是说接驾，还以为是绑架。回到长安后，往日的繁华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唐玄宗更加思念旧人旧事，尤其是杨贵妃。他本要将杨贵妃迁葬，但这涉及到为贵妃平反昭雪的问题。当初禁军将士诛杀杨国忠，是将杨氏一家当作罪人。唐肃宗起初同意父亲迁葬杨贵妃的要求，但很快遭到礼部官员反对。为杨贵妃迁葬，此举无异于否定马嵬兵变，也是在否定当时默许此事的唐肃宗李亨。此事因此作罢。太上皇生活优裕，地位崇高，看似享尽天伦之乐，实则危机重重，免不了唐肃宗的猜疑。
除了杨贵妃改葬问题暴露父子间的矛盾，安史叛军的动向也很关键。唐玄宗回京第2年，假意归顺的史思明再次叛乱，第2次攻陷东都。唐肃宗的处境与他父亲3年前的处境何其相似，他怕太上皇也会乘机夺权。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，由唐玄宗原来当藩王的旧宅改建，位于方室之中。过往的市民常在外头高呼万岁。唐玄宗一听，心里高兴，甚至会摆下酒席，请老百姓到宫中一聚。唐玄宗还曾设宴招待将军郭英义、王喜等人，并予丰厚的赏赐。剑南道的官员过去2年曾与玄宗共度患难，每次进京奏事，也会到兴庆宫看望玄宗。唐玄宗整日与外人来往，实际上已对唐肃宗形成威胁。都退休了，还和朝中官员交往甚密，意欲何为？于是唐肃宗以兴庆宫建在市井之中，宫墙低矮，不适合太上皇居住为理由，将唐玄宗的住处挪到了深宫大院，与世隔绝的太极宫。从此，唐玄宗被软禁到太极宫，彻底与外面的世界失去联系。多年来陪伴在身边的旧臣也被唐肃宗尽数清退。禁军首领陈玄礼被勒令退休，高力士被贬乌州。晚年孤独的唐玄宗，没有权力，没有爱情，没有尊严，甚至没有自由，只剩下虚弱不堪的身体，一如风前残烛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唐玄宗人生中最后一个端午节时，唐肃宗与子孙相聚，大明宫中其乐融融，唯独缺了年迈的唐玄宗。宝应元年4月初5日，在被软禁在太极宫1年零10个月后，78岁的唐玄宗含恨去世。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沉迷于道教的辟谷，不食五谷，坚持绝食。这位前明后暗的盛唐天子，自从7年前安史之乱爆发后就一蹶不振，在失去权力后更是迅速衰老，走向人生的终点。就在唐玄宗去世13天后，唐肃宗也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撒手人寰。第2年，安史之乱平定，盛唐却已恍如隔世。后人评价李隆基时常说，唐玄宗李隆基唯一的缺点就是活得太长，他要是早死个10几年，在史书中的评价绝对是千古一帝。